他是草窝里飞出的金凤凰，却被世人称为卖国贼、剃头屠夫。为官之道被他玩得信手拈来，却自嘲天资愚钝。他自幼勤奋好学，一举突破阶级束缚，升至2品大员，被誉为儒家最后的星辰，继孔子、王阳明之后的半个圣人。他就是晚清4大名臣之首，一等一勇侯曾国藩。曾国藩，字伯涵，湖南长沙府湘乡人，曾家世带务农。爷爷曾玉平和父亲曾林书合力办过私塾，但不够维持生计。尽管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，但天赋平平。记得那年他23岁，以倒数第2名的成绩勉强中了秀才。之后的会试屡试屡败，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1838年，他成功登第，殿试中位列3甲42名。按常理，这样的成绩并不足以让他进入翰林院，但幸运的是，在朝考中，他的考卷被主考官穆彰阿看中，取为一等第3名。更神奇的是，道光皇帝看后，竟又给他提拔了1名。就这样，曾国藩以朝考一等第2名的优异成绩，顺利踏入翰林院，成为了庶吉士。进入翰林院后，曾国藩在穆彰阿的提携下，逐渐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器重。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，从一名翰林院检讨，一路升迁至兵部侍郎，10年间7次晋升，连跳10级，这样的速度在当时可谓罕见，连曾国藩自己都感叹，湖南37岁官至2品者，在本朝还从未有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期间，曾国藩养成了一个写日记的好习惯。他的日记不仅记录了日常接人待物的细节，还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进行分析总结。这个习惯他坚持了30多年，直到去世的前一天都未曾间断。这种自律自省精神令人敬佩。1852年，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朝廷迎兵毫无招架之力，养尊处优的八旗兵更是失去了昔日威风，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清廷统治摇摇欲坠。于是朝廷委任正在为母守孝的曾国藩为团练大臣，于是一支完全由湖南人组成的湘军诞生。由于曾国藩是文官出身，未有军旅生涯，刚开始时湘军屡战屡败，他曾陷入绝望，数次想自杀殉国，好在没有就此放弃。他借鉴名将戚继光训练戚家军的方法，开始朝夕训练湘军。随着军队战斗力的提升，曾国藩的名声也日益响亮，但在这过程中，他也慢慢变得冷酷无情。每当攻下一座城池，他都会下令部队屠城，并纵容士兵抢掠3天。这样的行为虽然暂时稳定了战局，但也让曾国藩背负了一世骂名。1864年，曾国荃围困南京，城内已是饿殍遍野。太平军守将李秀成向曾国藩发出恳求，希望曾国藩给城中老幼一条生路。然而，曾国藩却认为斩草不除根，将来他们的后代会记恨在心，成为复仇的种子。因此，在攻破南京城之后，他下令屠城，老幼不留。这一残暴行为使得他和曾国荃被冠以曾剃头、曾屠夫的恶名，南京城因此血流成河，全国上下一片哗然。然而，曾国藩并未因此收敛，他声称为了肃清太平军余孽，即便将太平军势力范围内所有百姓都杀光也不为过。这种极端的手段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，但也让曾国藩的声誉跌入谷底。后来，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又出现失误，导致朝廷不满，民怨沸腾。他的决策被质疑为软弱无能，甚至有人称他为卖国贼。公元1872年，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湘军统帅在南京病逝，享年62岁。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既有卓越的军事治理才能，但也有残忍和争议的一面。